这个男人太奇怪了，他抓住一只苍蝇使劲流口水，仿佛手上拿着佳肴一样。在叔叔异样的目光下，他克制住了自己，打开冰箱拿出3天的伙食。这更让人奇怪了。Something is very wrong. Yeah. Nobody likes your meatloaf. 男人名叫彼得·帕克，是一位18岁的屌丝高中生。第2天早起上学的彼得突然发现自己浑身上下充满着力量，闹钟被他一拍就碎，连拆个家都跟拧水龙头一样，甚至能听到蜘蛛爬过墙壁的声音。他意识到不对劲，来到学校后，他随手就能接到丢来的篮球，更是将嚣张跋扈的校霸耍得团团转。最后一个帅气的扣篮给众人都秀才了。他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超能力，于是鼓起勇气邀请女神格温约会。拿到男主剧本后，曾经的屌丝少年要开始逆袭了。他开心地来到滑轮场，玩着各种花式的动作。看到蜘蛛荡蛛丝后，他也用铁链荡了起来。随后更是帮助康奈斯博士研究出了断肢重生的药物，但却由于这些事情忘记接姨妈回家，这让本叔叔十分生气，对他一顿训斥。可是却也刺到了彼得内心。You're a lot like your father, but your father lived by a philosophy, a principle, really. Where is he? Possibility to be here to tell me this himself. 原来彼得的父母都在一场空难中去世，他从小跟本叔没一起长大。听到本叔用父亲教育自己，彼得气不过摔门而出。随后又因为买牛奶时差2分钱，被商店老板羞辱。But Daddy didn't give you enough milk money today. 彼得无奈愤怒地离开了商店。此时一个劫匪冲进来抢劫。Stop that guy! Hey kid, little help? Not my policy. 劫匪慌张逃跑，却碰到了前来找彼得的本叔叔，手枪意外走火。彼得看到后悲痛不已，就因为他对劫匪的做事不理，间接导致本书的悲剧。他一遍一遍听着叔叔的录音，又看着警方给的嫌疑人画像，他决定亲自给本书报仇。嫌疑人的手臂上有一个星星纹身，于是彼得每天半夜都寻找着路边的混混，并逐一查看他们的手臂。为了更加方便自己的行动，他设计了一个蛛丝发射器，提高控制敌人的效率。这个男人是真的找刺激，竟然跑到天台玩倒立，随后更是一跃而下。利用刚制作的蛛丝发射器成功着陆，这下他的刷怪效率可以提升一个档次了。他继续在半夜行动，每次抓到混混都将其调到警局门口。随着抓到的人越来越多，人们都叫他正义使者，但警察却并不买账，认为这个神秘的义警在滥用私刑。彼得为了不被人发现真实身份，利用弹性纤维设计了一套战衣，自此蜘蛛侠横空出世。这天他刚制服一个偷车贼，警察们便赶到现场。眼看警察人多势众，彼得吊起蛛丝消失在夜色中。这天来到学校，格温邀请彼得去家里做客，却意外发现格温的父亲是警察局长。饭桌上，局长说起对蜘蛛侠的看法，两人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顿时场上的氛围十分尴尬。我只能说彼得直男实锤了，就不能顺着点岳父大人吗？格温连忙找个借口将彼得带到天台。此时彼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这让格温震惊不已。突然大桥上出现一个蜥蜴人，彼得见状穿上战衣前往，他一脚踢开蜥蜴人，随后用蛛丝拖住坠桥的汽车，在千钧一发之际将小孩子救出汽车。 Who are you? Spider-Man.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，彼得终于理解了叔叔所说的话：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赐予他这个能力，或许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城市不被破坏。而此时的蜥蜴人逐渐退化成人形，竟然是康奈斯博士。苦于没有志愿者支持他做实验，于是他用自身测试，不仅治疗了自身的断臂，还拥有着强大的力量。唯一的不足就是降低颜值。而彼得为了对付蜥蜴人，来找康奈斯博士寻求对策。毕竟这位可是生物学博士，却不经意间发现他的实验痕迹，得知了博士就是蜥蜴人。彼得连忙找到岳父告知博士的身份，但岳父一点也不相信他说的话。失落的彼得走在路上，发现所有的蜥蜴都在往下水道爬。蜘蛛侠在下水道编了一张巨大的网，用来侦查蜥蜴人的动向，随后躺在上面玩起了弹弹乐。此时一根蛛丝开始震动，紧接着所有蛛丝都震动起来。彼得上前一看，原来是一群蜥蜴正在迁移。就在此时，蜥蜴人出现，将彼得按在网上摩擦，锋利的骨爪将他的胸口划出3道伤疤。彼得用力挣脱蜥蜴人，随后跳入水中，利用体型的优势逃过了蜥蜴人的追击。但蜥蜴人从留下的照相机上得知了彼得就是蜘蛛侠，于是他通过下水道来到了彼得的学校。彼得通过下水道找到了博士的老巢，同时他通知格温去制作解毒药剂。就在博士的电脑上，彼得发现博士想利用喷雾装置将蜥蜴人血清植入所有人类的体内。彼得赶紧打电话通知格温撤退，因为喷射装置正好就在格温所在的大楼。但格温想等解毒剂好了再走。Gwen, you
Mother Hubbard, are you serious? 没办法，彼得只好赶过去保护格温，但警察们早就设计了天罗地网。彼得在空中被直升机打落在地，岳父大人将他的头套掀开，还没看清是谁就被彼得打倒在地。随后低着头将周围的警察都打翻在地，但可惜还是被岳父用枪控制。无奈的彼得回头向岳父坦白，并说格温现在有危险。局长将彼得放走，但手下却走火射中了他的腿。彼得拖着伤腿艰难向奥斯本大楼前进。此时被蜘蛛侠帮助过的包工头决定帮他一把，他将所有的塔吊都调整为90度，为他提供了一条空中道路。此时的蜥蜴人已经将血清部署完毕，蜘蛛侠刚刚赶到，两人打成一团。稚嫩的彼得不敌蜥蜴人，但是反派死于话多。Poor Peter Parker. No mother, no father. 此时岳父大人赶到，一枪打爆液氮输送管道，彼得接过管道对他一顿狂喷，瞬间就将他冻成冰雕。岳父将解毒剂丢给彼得，让他前去解毒，自己留下拖延时间。势单力薄的他被蜥蜴人无情单杀，在最后一秒，彼得将解毒剂放入喷射装置。蜥蜴人也恢复原形，重伤垂死的岳父希望他保护好格温，随后就撒手人寰。为了保护格温，彼得只好疏远他，就连岳父大人的葬礼都没去参加。电影到这就结束了。超凡相比于初代而言，没有他强大的身体素质以及战斗实力，也没有3代那么硬的后台，甚至对付蜥蜴人这样的小 boss 都差点送人头。但就是这飞蛾扑火般的勇气，就足够担当得起超凡蜘蛛侠这个名号。